日本自由行第6天，我们从京都来到了大阪。玉堂津由南到北贯穿大阪，是大阪最著名的道路，以巴黎街景为范本建造，是没有压迫感的宽阔大街，全长4公里，遍布名品店和神社。一边是神社，一边是法拉利。如果有钱，你是捐给神社，还是买法拉利呢？新斋桥，购物圣地。街头艺人表演雕塑，吃晚饭的小店装饰得很日本。第7天早上，游大阪城。大阪城与名古屋城、姬路城并列日本3名城，是大阪的象征。80年代中国送给日本的2个石狮子。高耸的小楼就是天守阁，外面是城墙和护城河。日本的宫殿总是多重城墙加护城河，却都最终躲不过覆灭。能守住城池的，从来都不是墙与河。售票处大排长龙，等了好久，终于可以到里面参观了。天守阁从外面看有5层，内部有8层楼，除了8楼是观景层，其余都是博物馆。先坐电梯上5楼看最核心博物馆。大阪城是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建造的，这里主要介绍围绕丰臣秀吉展开的大阪城历史。他从一个穷小子成为统一日本的大英雄，又被妹夫德川家康消灭。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2家的大阪之战非常惨烈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这里有循环放映的图画，做了生动的展示。很多不会游泳的人为了逃避追兵，跳进护城河，也有人抱着亲人残尸，目光呆滞，有人四散奔跑，有人在刀下求饶。只看那些图画，就让人心情沉重，难以想象当时经历的人有多痛苦。平均墨画封侯氏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丰
丰臣秀吉结婚之后一直生不出孩子，收了个养子叫秀次。但丰臣秀吉在57岁突然有了儿子秀赖，他担心养子威胁亲儿子，就以谋反的罪名杀了秀次全家。丰臣秀吉死在62岁，他将6岁儿子秀赖托付给妹夫德川家康。秀赖23岁时，德川家康夺了大阪城，灭了丰臣全家，权力之下没有亲情，只有无情的杀戮。从5楼上到8楼观景。再下到3楼、4楼继续参观。屡经战火的大阪城留下的一点点历史文物。走出历史，看平静美好的今日。和平永远比战争好。去下一个景点通天阁，再次感叹日本地铁真干净。新世界通天阁。先登通天阁，这也是个登高望远的地方。通天阁里供奉了日本最著名的比利肯神像。比利肯，日本的幸运之神，是一个头部呈尖状、眯眼、嘴角上扬的婴孩形象。每个人到这里都会投硬币，然后抚摸神像的脚底板，据说这样可以带来好运。你看他的脚底板都被摸黑了。事实上，比利肯的幸运神形象完全是商家营销出来的。比利肯是1908年由美国美术教师佛罗伦斯·普雷兹创作，据说是这位女教师夜里做梦的灵感。1909年，比利肯传入日本，2年后被大阪的田村居株式会社申请为商标，作为促销用的广告识别物。该公司在广告中将比利肯誉为世界福神，并且制作比利肯石膏神像，每尊售价1日元85钱。一番营销后赚得盆满钵满。自此之后，比利肯开始横扫全日本，广泛被商家当作吉祥物使用。1912年，大阪新世界的游乐园开幕，安置了一座比利肯神像。后来游乐园歇业，该神像下落不明。1979年，大阪通天阁开了广场，比利肯神像再次复活，成为通天阁出名的标志。从观光层下去，一路有趣的展示。傍晚在新世界逛吃逛吃。
定价现钓海鲜，鱼都身经百战了，机灵得很，根本不上钩。这不是花钱买吃的，是花钱买游戏。吃过饭闲逛，新世界真的是好热闹。还有这个。这清爽，这个我应该。第8天，在酒店吃个简单的早餐，就要回东京了。下集以东京收尾日本之行，下集再见。